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的视频。首先，我非常感谢大家的订阅。我现在虽然 YouTube 上面只有3位，但是在 Bilibili 上面的追踪人数大概有20多位，所以说你们的追踪是我做视频最大的动力。然后我有收到一些私讯的话，他是想了解在爱尔兰怎样留下来，所以说工作的一些情况。我今天在室内录，因为今天的信息量非常大。我今天想讲的是爱尔兰的工作签证的一些情况。然后我这边会录制我的屏幕，然后的话，我会把所有有用的一些那个网站的话，都会在描述栏里面放在描述栏里面。然后因为这个网站是英文的，然后你现在如果看我的屏幕的话，我会把它翻译成中文，会比较方便大家看一下。然后现在看到的这个是一般就业许可证的页面，就是说一般的工作申请许可证的一些信息。然后因为这个信息量确实是太大了，我自己有先看一遍，然后我把比较重要的内容，而且是你应该知道的内容，把它揪出来了。所以说我这边有自己列一个这个文档。好，给大家过一下。第一个重点是，他说有一个不合格的就业许可清单，所以说我带大家先看一下这个不合格的就业许可清单。我这边也已经打开了，像酒店和休闲服务经理、卫生保健服务经理，然后其他服务的经理，像什么车库啊、店主啊、废物处理的经理啊，这些都是不合适。不好意思，不合适的。治疗专家，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然后他这边说物理治疗师的话，说了一个除了隶属于特定体育组织的理疗师申请体育和文化就业许可证。我猜这个，因为他们这边有一些特定体育组织，像他们爱尔兰人有一个运动叫 hurling， 也还有一个是叫 Gaelic， 就像类似足球的。这些的话，我觉得如果你是这个物理治疗师，然后对这些运动员的一些恢复啊，或者是治疗啊，或者是提高他的体育成绩有帮助的这些治疗师，应该是属于这个除外里面。然后还有像福利专业人员，然后这些都是不可以申请的。科学工程和生产技术人员、制图员、卫生助理专业人员，像配件师、制药技术员，然后像针灸啊、顺势疗法、按摩这些都是不可以的。然后福利和住房协理专业人员，这些也都是不可以的。还有这个防护服务职业，像警务人员、消防人员、值班经理级以下消防人员，警务人员是中士级以下，然后监狱服务主任、主要主任以下，警察社区支持人员，健身教练也是不可以的，然后法律助理专业人员这些都是不可以的，然后销售、市场营销以及相关助理专业人员都不可以。公共服务及其他准专业人员，像他这边有一个除外是职业和工业培训师和讲师、视障人士的行动指导员除外，这个是可以的。然后职业顾问和职业指导专家、中学的职业指导老师除外，这些也是可以的。另外是行政职业、政府及相关组织，这些是不可以的。金融业、信贷控制者，然后
簿记员、工资管理者和工资职员是不可以的。银行、邮局职员，行政职业，这些都是不可以的。人力资源、行政职业、图书馆文员和助理都是不可以的。其他行政职业像销售管理员，这些都不可以。也是行政职业。办公室经理、办公室主管、秘书的话都不可以。你看这边学校秘书、义务秘书、公司秘书这些都不可以。然后农业及相关行业的也不可以。像农民、园艺行业、园丁和景观园丁、地勤人员、绿化工人也是不可以的。金属成型、焊接及相关行业，这些也是。史密斯是应该是锁匠吧？这边是 Google 翻译的。锻造工人、制模机这些都是不可以。汽车行业的话也是不可以的。汽车行业，像车辆油漆技术员，然后车身制造商、维修商、车辆技术人员，然后例外是申请特定体育组织的体育技术人员和附属的汽车技术人员除外。电工和钳工，这电器和电子行业的这些不可以。电视和视频音频工程师都不可以。熟练的金属、电器和电子行业主管，熟练金属这些都不可以的。然后建筑业有哪些不可以？像石匠、屋顶工、屋顶瓦工和板瓦工、水管工，这些都不可以。木匠和木匠除木工百叶窗以外。建筑装修行业、建筑业、纺织服装行业这些都是不可以的。印刷行业、食品准备和招待业，像屠夫啊、面包师、糕点师。这边有一个主厨。这边主厨的话，我知道有些主厨通过这个主厨的这个身份拿到了工作签证，所以说这边可以大家看一下，应该可能适用于某些人吧。他是这边说，主厨虽然不可以，但是除了至少有5年经验的行政总厨，拥有至少5年经验的主厨和至少5年经验的主厨，拥有至少2年经验的大厨，将在快餐店以外的场所受雇的人。所以说，像中餐厅啊，我知道有些人是拿到了这个工作签证的。然后酒吧经理是不可以的。其他技术人员，玻璃和陶瓷制造商这些不可以。花店这些，育儿及相关个人服务的这些也是不可以的。动物保健和控制服务这些也是不可以的。兽医这些，护士都不可以。兽医、护士不可以。关怀个人服务，助理师、护理助记和助手，然后牙科护士、救护人员、医护人员除外，这些都是不可以的。休闲和旅游服务，像旅行社这些，或是铁路旅行助手，这些都是不可以的。美发师和相关服务，像理发师、美容师这些不可以。然后客房服务及相关服务这些都不可以。清洁和家政这是肯定不可以的。销售助理和零售收银员，就是像普通的零售结账这些的也是不可以的。销售相关的职业，像包括这个债务啊、回收货车销售员啊、商人和橱柜这些都不可以。然后销售主管也是不可以的。客户服务就职业，你像客户的话，呼叫和联络中心的职业是不可以的。然后他这边有个例外，他说除英语以外，在非欧盟成员国的州精通英语官方语言流利的人雇用，该雇用受企业发展机构的支持，并且在以下情况要满足。这个情况是：第一个是具有相关产品知识的客户服务和销售角色，专业的在线数字营销和销售角色，或专业技术语言支持和技术销售支持角色。等于是满足这3个的话，在呼叫和联络中心职业的话是可以的。然后话务员不可以，市场调查员不可以，客户服务和经理主管这些都可以的。过程操作员，你像加工人员啊、食品饮料或者烟草这些都不可以。
然后玻璃、陶瓷操作员、橡胶、塑料、金属这些操作员、电镀机，和其他未分类其他流操作员，等于是它这边有一个，你看它这边都写了，等于是计算机数控操作员除外，这些在这个过程操作员这一栏下面它都会有写这个，等于是属于这种高科技的这一类的话，操作人员是可以的。然后哇，这边很多项目很多，工厂和机器操作员，像造纸啊、煤矿啊、采石、能源、金属加工、自来水厂、印刷机助手，还有这些。然后他这边也写了是计算机数控操作员除外的这些是可以的，这些是除外的。然后下面是汇编程序和常规的操作员。像组装商、装配工、例行检查员、测试员、称重、平底机和分类机、轮胎这些，缝纫机械师这些，然后这项是施工专业人员、施工作业员，像道路施工人员、铁路建设和维修人员这些都不可以。然后公路运输司机、大型的货车司机是不可以的，但是它这边有2个除外。第一个是除了重型货车司机。C1 或 C11驾驶执照，或者是与道路安全管理局和另一司法管辖权的适当监管当局之间的相互认可协议确定的 C1 和只要等同类别的。意思就是说，它 C1 这个 C1驾驶执照。应该就是说可以驾驶一些重型货车所得到的，就是说相规应的这个执照的话，他这些司机都是可以的。然后货车司机是不可以的，但是重型货车司机是可以的。巴士、长途汽车都不可以，出租车是不可以的，驾驶教练也不可以的，移动机器驱动程序和操作员，农机司机、叉车司机这些都不可以。其他驾驶员和运输驾驶员，火车和电车司机，然后航空运输人员都不可以，铁路运输人员，其他未分类的司机和运输人员都不可以。基本的农业职业，农场工人林业工人这些都不可以的。基础施工职业、基础建筑职业的话也不可以。然后的话，基本工业、工厂职业、工业清洁包装机、组装瓶机、灌装机、填充机的都不可以。初级行政管理职业的话，像邮政工人信使快递这些都不可以。然后初级的清洁职业，像街头清洁工洗衣店的清洁、汽车维修的清洁这些都不可以。基本安全职业是不可以的，像保安停车。民政的这些职业，学校中午的巡逻职业不可以。基本销售职业，像货架填充这些；基本的存储职业，像基础的存储，这都不可以。其他基础服务职业，厨房和餐饮经理、服务员、酒吧员工、医院搬运工，这些都是不可以的。所以说，我这边给大家过一遍，哇，这边的列表非常的长。行，所以我这边的话，我才自己有写一个这个文档，把这个重要的我都把它画出来了，用黄色把它画出来，不然的话会很长。然后刚刚讲这些都是不合格的就业许可清单。然后它的好处，它就是说，它比其他类别的就业许可证所允许的职业范围更广，并且可以通过为期12个月的雇佣合同获得。然后，关键技能职业清单下的所有职业均被视为合格。这边的关键技能职业清单，它又是另外一个清单。我这边你看有准备好这个关键技能的就业许可证，我会在这个下面讲。我先把这个一般就业许可证的这些重要的内容给大家讲一下。然后一般就业许可证的话，它是说最初发放期为2年。
然后可以续签最多3年。然后5年以后的话，申请人可以向这个爱尔兰的有关当局申请这个长期的居留权。这个长期居留权，它所指的就是这个4号的签证。下一个大点是资格标准。资格标准的话，它等于就是说，我这边画出来是说，有关要求全部详细信息，请参见相关申请表，其中包括等于是它需要这些内容的话，才可以满足这个资格标准。第一个是要拟聘工作的完整说明，然后第二是在不合格的就业许可职业清单中，指定的就业不再排除的工作类别，等于是你不能在这个不合格的就业许可清单中。然后它还有一个是有关就业所需的资格、技能或经验的信息，然后最低年薪一般为3万欧元。然后这个我跟大家具体讲一下，我觉得这个还是蛮重要的。这个第一点，它是说，但是它是27000欧元，这是年薪哦。针对非 EEA 学生，就是非欧盟和欧盟经济合作区的学生，在过去12个月内从爱尔兰的3级机构毕业，并以从关键技能职业名单中获得了研究生的职位，等于是你在这边毕业像上大学毕业了以后的话，而且你的职业清单是在这个关键技能职业名单中，这个我到时候后面会讲哪一些是关键技能职业，然后你可以有这个27000就可以了。然后续订阶段的话，最低年薪必须为3万欧元，等于是如果你要续的话，你这个年薪就要达到3万欧元，等于是你刚开始可以27000。然后非欧洲经济区学生的27000欧元，过去12个月从海外3级机构毕业，或者是从海外的3级机构毕业也可以。他是说，并以从关键技能职业名单中列为 ICT 专业的毕业生职位。它等于是这一点是针对在海外，然后你有这个 ICT 专业的，像 IT 专业的这种情况下，续订的最低年薪必须为3万欧元，等于是续订是3万欧元。这种情况下，续订的这两个都是一样的，一个是海外，然后一个是在爱尔兰的3级机构。然后这个是要求以熟练使用非欧盟成员国所在国家的官方语言流利的语言进行工作，等于是像就是说掌握一门非欧盟成员国的语言。然后要求熟练使用非 EEA 成员国所在国家官方语言，对，就是说掌握一门非欧盟国家使用的语言的一个来进行流利的工作，金额为27000，可以有27000。然后该工作受企业发展机构的支持，并且该工作位于像具有相关产品知识的客户服务和销售角色。专业的在线数字营销和销售角色，或专业语言支持的技术销售知识角色，以及27500用于雇佣肉类，27500可以雇佣肉类相关的职业。我这边讲一下。我这边它这个的话，其实如果你以这个来看的话，我有想到我之前有一个同事的话，他应该是他是巴西人，然后他是会讲日语，等于是巴西他也是讲葡萄牙语。然后我之前的工作就是是那个属于电话营销的工作，然后我知道的话，我知道的话，他应该是通过这一条留下来的，因为我们当时工资不高，然后他这边应该是这一条，因为他是属于第一个他会这个非 EEA 成员国的这个语言，一个就日语，然后他是属于销售业，因为有相关产品知识的，
然后他也有工作经验的，然后说实话，他这些条条框框的话，只要公司能够帮助你的话，他觉得你是人才的话，想要把你留住的话，其实可以通过这一条去实现的，因为这一条的要求其实不高，2.7万的话，大概人民币十几万、20万以下吧，应该这一条还是我觉得蛮简单的，但是前提是你要有这些前提。然后雇主的标准的话，我觉得大家不用考虑的太多，因为雇主标准的话，只要你的企业能够帮助你办工作签证，它一般都会符合这个雇主的标准，所以说我没有重点在这边。这边的话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说，除以下情况以外，大多数情况下都需要进行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测试，所以说还是比较复杂的。等于是劳动力市场测试需求测试的话，在这些情况下是不需要接受的。像哪些情况呢？像如果你是关键技能职业列表中的职业是不需要的。如果提供的工作是针对符合条件的职业，且最低年薪为6万欧元，不论薪酬如何，均不得在不合格的就业许可证清单中就业签发就业许可证。等于是你有6万欧元，然后针对符合条件的职业，对，都可以的，不论薪酬如何。如果已经从企业爱尔兰或 ID 爱尔兰提出了有关工作机会的建议，仅适用于企业或爱尔兰和 IDA 的爱尔兰的客户公司。然后，如果工作机会是会有特殊医疗需求的人的照顾者提供的，并且非 EEA 国民在提出申请之前一直在为该人提供护理，并且该人已经高度依赖非 EEA 的国民，这些的话应该就属于像护士啊这些。假如说你一直在照顾某一个病人的话，然后你要高度依赖，就说这个 EEA 国民就是你这个申请者，这些是可以的。向非欧洲经济区国民提供工作的情况，该国民拥有通用就业许可证或工作许可证、就业许可证，并且在2014年10月1号之后被裁员，裁员发生前6个月内，只有在解雇之日起4周内，这个应该不符合你们，如果要来的话，就这个就不符合了，跟你们没有关系。然后他这边写，为了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测试，雇主必须在这个就业服务的网络和报纸上刊登职位，可以在我们的劳动力市场需求测试页面上找到完整的详细信息。我觉得这个的话，应该也是属于雇主考虑的，你不需要考虑太多。如果他是可以给你工作签证的话，他一定会帮你去完成这个。所以说，这个是员工标准。员工标准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员工标准的话，第一个是，最低年薪通常高于3万欧元，然后通常高于3万欧元。但是像之前有讲的，如果你满足这些条件的话，都是可以的。2.7万这些，看这边2.7万。最低嘛，最低，然后如果2.7万这些都是可以的，然后的话，主要的标准嘛，然后第二个是说，在不合格就业情况不再排除的工作类别，等于是你不在那些不合格的就业许可职业清单以内的，准雇员必须具备所需有的相关资格、技能或经验，就是说你要有相关的符合的资格和经验。我这边其实没有特别重要的，我还是按我的这个划重点的讲。好，这边说应试图在一方面兼顾
雇主期望外国人在合理的时间内保持其工作的雇主期望之间取得合理的平衡。另一方面，考虑到招募该外国人所涉及的成本，另一方面不得过度约束于外国国民与雇主，但是在以下情况下是可以的。在哪些情况下呢？在6个月轮换的医生是可以的。许可证持有人被多余是可以的。被多余的意思就是说，他这边是 Google Translate， 不好意思，多余就是说被解雇，出现了从根本上改变雇佣关系的情况，在申请时无法预见的情况下，它这个是除上述特殊情况外，许可证持有人可在12个月后调动雇主，但是前提是要按照正常标准重新申请一般就业许可证。这一点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说，一般的话，一般就业许可证的话，不可以在12个月后调动雇主的。但是在这3个情况下，你可以换雇主，但是就要重新申请一遍，然后这3个是可以换的。薪酬标准大概跟刚刚讲的差不多，他就说最低年薪3万嘛，然后27000这些27500的话，被视为以下要素被视为薪酬，等于是如果你27000、27500的话，它也就是说，作为薪酬计划的第一部分，至少达到国家最低工资标准，或根据任何成文法律规定的工资标准的基本工资，以及这个健康保险法向在健康保险局在其健康福利承诺登记中注册的健康保险公司支付的健康保险款项，等于是这个也要达到这个薪酬标准。如果你不满3万欧的话，这个又是一个附加的条件。然后流程的话，他是说必须在拟定的就业开始日期的至少12周之前收到任何就业许可的申请，等于是在12周之前你需要递交这个就业许可申请。在开始的话，在你开始工作的12周之前，可以在这个在线的系统上申请。然后这些都是具体的申请内容，我就不赘述了。这边多少钱？新的一般就业许可证的手续费，6个月或更短的就业许可证为500欧，还是蛮贵的。6个月至24个月，半年到2年就1000欧。然后许可证续签的手续费，续签的话是750欧，哇，好贵！6个月或更短的就业许可证，1500欧是6个月或到最长36个月的就业许可证。然后这些是费用，然后续约的话，这个也不怎么重要，因为他是说在10月1号之前，因为跟大家也没有关系，这个也是10月1号之前没有关系。居留权这个的话，比较重要的是，跟大家归纳一下，就他这边大概就讲的话，就业许可不是居留许可。为了合法的居住在爱尔兰，所有拥有就业许可的非欧洲经济区国民都必须在加尔达国家移民局登记。加尔达就是 Garda， 就是他的警察的英文，他这边是翻译的问题。也就是说，你拿到就业许可证以后的话，你拿到就业许可证以后的话，你要去拿那个证，然后到移民局，他会给你一张卡。现在的程序是，你把所有的资料都带齐，然后要在网上预约，然后预约完以后的话，他会发居留卡。这样的话，你才是属于真正的合法的，在这边可以，就说按程序走，这边可以居留下来。然后情况变化这些也是适用于14年10月1号之前的这些没有什么，这个也是新法规生效后适用于之前，这个也没有什么，这个也没有什么，这没有，这个取消工作许可证的话，也是10月1号之前，一般大家不会取消了，我觉得，差不多。
好像现在差不多就是这样。今天差不多就这样。我本来是想把这个关键技能就业许可证和一般就业许可证放在一起讲的，但是我没想到讲完一般许可证的话，已经差不多讲了30分钟了。我还会大概把它稍微剪一剪，缩短一下，因为我觉得应该没有人会把所有的内容都看完，太长了。但是我个人还是会觉得讲详细一点比较好，不然的话大家云里雾里的话，也不知道就不能看清整个股价。我会马上推出这个关键技能就业许可证的视频，然后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因为我知道很多人都是通过这个关键技能，像做会计啊、做律师啊，或者是做像做这个药剂师这一些的话，会有些人还做财经方面的话，很多人都通过这个留下来的。所以说下面那个的话，说实话会更加方便取得，而且这边的市场需求量会很大。今天就这样。最后还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特别是在 Bilibili 上面的订阅者，非常感谢。就这样，拜拜。